3月10日，菲律宾的马尼拉国际机场出现了戏剧性的逮捕画面，因为呢，被逮捕的人竟然是前总统杜特地。这位昔日的菲律宾狂人总统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杜特地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事发之前呢，杜特地去香港出席活动，结束行程之后才搭机回马尼拉。而飞机一落地，国际刑警大队就当场将他逮捕并羁押，引发了国际讨论。那杜特地会被逮捕跟他执政时发起的扫毒战争有关。有人权组织估计，这场扫毒战可能至少造成了3万人丧生，除了毒贩、吸毒者之外，还有不少无辜的受害者。另外，杜特地从政以来也常常因为铁腕政策跟惊人的发言登上媒体版面。例如，他曾经数度的在公开场合威胁要亲自的杀死罪犯。而在 COVID-19 期间呢，杜特地也曾经说过，如果有民众不愿意打疫苗，那要派人趁你睡觉的时候直接帮你打。不过，虽然这位狂人总统争议不断但他在菲律宾的支持度其实超高，就连他现在被捕也有支持者持续的声援他。那杜特地有多狂？扫毒战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杜特地被逮捕，外界又是怎么样解读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胡锦涛跟奥巴马在接吻，这不是一般人乱搞的 AI 图，而是知名服装品牌班尼顿在2012年推出的广告。班尼顿呢曾经做过很多争议性极强的广告，这个呢 Unhate 计划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希望让穿他们衣服的人呢都相信和平包容的价值，所以用代表爱的亲吻结合敌对领袖做出一系列的设计。那过去他们的广告虽然很容易延上，但基本上呢他们都坚持不道歉。没有想到这次计划却踢到了铁板，其中一对 CP 呢引爆争议，让班尼顿紧急的下架广告。是哪对 CP？ 我们待会揭晓。我们想要先快速的跟大家推荐一个帮你问对设计问题的课。这位罗生俊是经手多个国际品牌的知名设计师，这门课呢会带大家从问对问题开始，把天马行空的想法透过设计思考变成有商业价值的方案。目前新课限时折扣当中，快点击资讯栏看看吧。好，那回来揭晓答案这次让班尼顿大演上 CP 呢是教宗本笃16世和逊尼派教长塔耶布。这个图怕会挤我们打码，大家想要看的话呢可以自己搜寻一下。班尼冈官方罕见的大动作表示班尼顿极度不尊重，严重伤害信仰者情感，让班尼顿只好道歉并且下架该图片。你觉得这个广告真的很不行吗？杜特地今年79岁，出生于政治世家。他从学生时期就开始接触政治与法律体系。高中毕业之后，杜特地先后进入了菲律宾学园大学政治系和圣贝达法学院。毕业之后呢，还曾经担任过律师跟检察官。1986年，菲律宾一场政治运动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了时任总统马可仕的政权，结束了菲律宾长达20年的独裁统治。在马可仕政权倒台之后，这场政治运动的领袖克拉荣·艾奎诺接掌了新的政府，并且任命杜特地为纳卯市的副市长。那虽然我们没有查到杜特地是否有参与这场革命但杜特地的家族在当地本来就有一定的政治基础，比如他的爸爸呢，过去就当过纳卯省的省长，而杜特地本人呢，当时也是纳卯市的检察官。那总而言之杜特地当了2年的副市长之后，又顺势的当选了市长，在纳卯市开启了7度连任，长达了近30年的执政之路。杜特地的这段经历也成为了他日后竞选总统的重要基础。报道指出，纳卯市在杜特地接任之前治安非常的差到被称为是谋杀之城。但是在杜特地的执政之下，甚至呢变成了菲律宾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很多人认为当地的治安可以进步这么多，都要归功于杜特地的铁腕施政。甚至有人还传言，他有一套非常特别的管理办法。有消息传出，在纳卯市治安好转背后，疑似呢是有个叫做纳卯行刑队的私刑小组在执行法外处决。根据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统计，1998年以来呢，纳卯市至少有1400多人遭到了私刑的处决。而有一个叫做马托巴托的人还出面声称，自己以前就是这支 DDS 的成员。大家任务呢，就是要接受杜特地本人指挥的杀人命令，负责处理这个毒贩强奸犯、抢匪或是帮派分子等等。马托巴托说自己在杜特地的死亡小队待了总共25年，见证超过1000起的暗杀或法外处决事件。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曾经亲眼目睹DDS 怀疑3名年轻女子有涉入毒品案，就奸杀了他们。这件事情呢，让马托巴托出现了自我怀疑，并开始思考过去的行为是否正确。另外，当时 DDS 内部也传闻有叛逃成员遭到了组织的追杀，于是呢，非常害怕的马托巴托决定逃离纳卯市，寻求司法部的庇护。而在外界开始调查杜特地之后，他也出面当证人。
面对这些指控呢，杜特地一开始全盘否认，但后来他又在法新社的访问当中说自己在担任市长期间才曾经呢亲自的骑摩托车巡逻，一边寻找冲突机会，一边准备好亲手击毙罪犯。他表示这么做的用意呢是想要向警察示范，如果我能做，为何你不行？当然，这个话一说就引爆了舆论沸腾。但之后杜特地就说没有啊，我乱讲你还当真，让人摸不着头绪。那虽然这个指控还没有确切的定论，但杜特地这种制裁者的铁腕形象已经深植民心，而且还让他获得了不少的支持。2016年，杜特地参选总统，更以 39% 的得票率成功的当选。当年杜特地凭借着在纳卯市的政绩强势角逐总统大位。竞选时呢，他就大推自己的去毒强国论，说别管人权法律了，如果我能够入主总统府我会按照我当市长时那样做。你们这些毒贩、抢匪跟游手好闲的懒鬼，最好滚出去，因为我会杀了你们。靠着这类狠话的加持，杜特地重视治安、铁腕反毒、直言不讳的形象越来越强烈。有媒体把他比喻成亚洲版的川普，而杜特地呢，也确实像川普一样，一面呢被万众拥戴，一面被骂得很惨。比如说，有人拿一支旧影片爆料，以前杜特地还在当纳卯市市长时呢，有一名女传教士遭到了奸杀。当时杜特地说，他会惨遭毒手，就是因为长得太漂亮，甚至还说应该让市长先上等等。这样子的言论被翻出来之后呢，虽然引起了很多的批评但杜特地的支持者多半不以为意，认为那只是他的说话风格或单纯在开玩笑而已。2016年呢，杜特地成功以71岁的高龄成为了菲律宾史上就任时年纪最大的总统。那杜特地上任也火速的实现政见，宣布启动扫毒战。当时他说，希特勒屠杀了300万名的犹太人，现在菲律宾呢至少也有将近300万名的吸毒犯，我很乐意屠杀他们。此话一说，马上引来了德国和犹太人组织严厉的谴责，认为杜特地大失言，把反毒行动比作是纳粹大屠杀，非常的不恰当等等。后续杜特地有公开向犹太社群道歉，澄清自己并非支持纳粹，试图平息风波。那虽然出现了插曲，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到扫毒战的进行。而扫毒战开始之后，菲律宾当地也确实出现了惊人的变化。2016年的12月，菲律宾警政署公布数据，称杜特地就任半年以来，菲律宾的整体犯罪率跟去年同期相比下滑了 31%。其中呢，不少犯罪项目的数据都有下滑，有不少当地民众表示有感觉治安明显好转。根据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发布的民调显示，杜特地上任半年之后，民众对杜特地的施政整体满意度高达了 77%， 其中呢更有 85% 的民众支持杜特地的扫毒战。很多人盛赞自己呢之所以支持杜特地就是想要看到他这样子大力的整顿治安，而总统果然没让自己失望。但与此同时呢，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扫毒战带来了其他的副作用，比如官方的数据就显示，杜特地上任之后，菲律宾的谋杀率大幅的飙涨 51%， 扫毒战实施短短半年就有超过5000人丧生。后来，菲律宾缉毒署透露，在杜特地执政的这6年也就是2016年的7月到2022年的4月之间呢，在扫毒战当中丧命的贩毒还有吸毒者总共有6000多人。对此呢，有人权倡议人士出面痛批官方数据根本就造假。他们认为扫毒战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了3万，而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也表示，这丧生的3万人里面呢，很多都是被警察或者其他身份不明者杀害的。而身份不明者可能包含了私刑小组或民兵组织等等。也就是说，除了死亡数字之外呢，这场扫毒战还有其他不同层面的争议。首先，很多人都批评政府在发动扫毒战的过程当中，常常缺乏了程序正义，忽视人权，甚至鼓励以暴制暴。根据外媒报道，杜特地上任之后，曾经公开表示要击毙贩毒嫌疑人，甚至呼吁民众要杀害吸毒者。而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如果遇到危险情况，也可以使用武力应对等等。那就像刚刚说的，虽然他的魄力获得了民间的高度赞赏，不过真正开始执行之后，各种问题也陆续的慢慢浮现。例如，许多遇害者的家庭痛诉自己的至亲在扫毒战当中莫名丧生，之后要讨公道却求助无门，让他们非常的痛苦。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菲律宾警方疑似会做假报告，像是某些被警方射杀的死者，官方死亡证明上的死因是肺炎，甚至有遗体的头骨上面明明就有弹孔，却被登记为自然死亡。很多人批评在扫毒战当中被枪击的人呢，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甚至有没有真的犯罪，常常都缺乏明确的证据，或是缺乏透明的调查过程。很多菲律宾警察只要觉得这个人疑似贩毒、吸毒或是拒捕，就可能会擅自的枪决对方。有不少言论认为造成警方这种权力失控的原因，除了杜特地的态度默许之外，可能还跟某种奖赏制度有关。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有位菲律宾退休警察情报人员呢整理出了一份报告，指出扫毒战当中可能存在一套奖金制度，用来奖励警方的特定执法行动。根据报告内容，这套制度的奖金呢会依照目标的身份来分级，例如一般毒品使用者2万披索，毒枭500万披索不等。另外，报告也提到，警方不只会杀害与毒品有牵扯的人，也可能会处决强奸犯、小偷、诈骗犯或是帮派成员等等。虽然路透社表示他们没有办法证实这份报告的所有细节都是完全正确，但是他们也同时强调，这个报告的大致方向符合过去独立人权观察员长期调查的结果。因此，外界推测，如果菲律宾真的有这套奖金制度，那这恐怕就是警方滥用武力甚至滥杀无辜的原因之一。不过，即使争议不断，扫毒战依然持续了整整6年，直到杜特地卸任之后，国际刑事法院才正式的介入。过去几年呢，国际刑事法庭曾经密切的关注菲律宾扫毒战的相关发展，但之前一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在扫毒战的期间，虽然杜特地没有明文允许警方可以法外执法或是动用私刑，菲律宾官方呢也没有承认奖金制度。不过外界多半认为杜特地的态度呢就是在默许这样子的行为，所以批评他呢应该要对扫毒战引起的乱象负起主要的责任。那在2018年的2月时呢，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将会对菲律宾扫毒战的死亡案件展开初步的调查。但后来菲律宾政府也主张，国内司法体系呢可以自行调查，然后起诉侵犯人权的行为。所以2021年，国际刑事法院一度暂停他们原本的调查进度。那菲律宾政府确实是有调查没有错，不过在数百起高度争议的扫毒行动里面，最后只定罪了3名的警察。那对于这个结果呢，国际刑事法院直接表示不满意菲律宾自我审查的成果，所以2023年决定重启调查，更是在近期对于杜特地发出逮捕令，罪名是涉嫌犯下了违反人道罪。那根据目前的情况，杜特地已被送往荷兰海牙，准备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杜特地被捕可能不只是因为扫毒战，跟现任的总统小马可仕也有关。这边我们可以先来说一下杜特地跟马可仕家族的关系。菲律宾现任总统小马可仕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曾经集权统治菲律宾的前总统马可仕的儿子。而马可仕跟杜特地两边其实都是菲律宾知名的政治家族。前几年呢，这2大家族曾经是亲密的政治盟友。尤其2022年菲律宾总统大选时，小马可仕参选总统，杜特地的女儿萨拉·杜特地任副总统，两家联合竞选，最后也都顺利的当选。但和谐的场面没有维持太久。2023年开始呢，两家族因为政策方向还有利益分配不同，关系开始产生了分歧。去年年底，副总统萨拉还公开表示，如果自己被刺杀，他的杀手呢就会出动反杀小马可仕和其他人，引发了轩然大波，双方的关系明显的恶化。那在去年的11月以前，虽然小马可仕曾经表示过不会协助国际刑事法院调查杜特地任内的扫毒战，不过后来他却一改立场，说如果杜特地愿意向 ICC 自首接受调查，或是如果 ICC 决定要逮捕杜特地，那菲律宾政府也有义务配合行动。有学者分析了，小马可仕态度转变的关键，可能是因为他担心在两家矛盾越来越激烈，而且国际对于杜特地的质疑又来势汹汹的现在，某些支持杜特地的民众可能会趁机发起示威或抗议，影响国内的政局。所以如果他配合 ICC 让杜特地被抓走的话，不只可以借别人的手削弱死对头在菲律宾政坛的影响力，还能够展现自己维护人权跟司法的决心，改善菲律宾的国际形象，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与信任。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容易被黄标的题目。另外呢，还有像是菲律宾独裁家族啊，或者是这个墨西哥毒贩超狂等等相关影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虽然我们今天一整集呈现出了杜特地很多疯狂有争议的部分，但实际上呢，他在菲律宾甚至是台湾也都有非常大批的死忠支持者。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推测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这种铁腕的手段才能够杀一儆百，有效的遏阻犯罪，改善治安。尤其菲律宾的政治跟治安长期都很动荡，犯罪集团呢让民众的日常生活备受威胁。杜特地的呛虾呢一定会让民众觉得终于有人懂我，终于有人说真话。再加上他的手段短期内确实带来了很好的成效，这一再呢都切中了很多人的需求。不过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不少人的担心，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可能只降低了表面的犯罪率。很多犯罪学研究呢都会提到的论点是，如果没有从根本去解决造成犯罪的原因，比如像是失业、贫穷、教育落差等等，那么在强力打击之后，犯罪行为很可能只会换个形式继续的存在。
像是毒贩呢可能会从街头贩售转为地下交易，而这样子的状况呢，可能反而会让执法追查都更加的困难。另外，我们团队自己觉得，这种铁腕啊，甚至是偏向暴力的政策呢，还有一个隐忧是，它可能会逐渐的改变整个社会对于暴力的看法。当政府长期的传达杀人可以解决问题这样子的讯号时，暴力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一种常态，整个社会也会开始习惯透过惩罚和恐惧来维持秩序，而忽略犯罪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以毒品犯罪为例，在毒品泛滥问题的背后，通常呢隐含着贫富差距过大、教育资源不足、失业率高、家庭功能弱化等等的各种社会困境。或许某些毒品使用者从小呢就在不健全的家庭或者是社会环境上面长大，他可能很难有机会像一般人一样走上正轨，甚至呢几乎可以说是人生注定会走偏。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如果政府带头跟大家说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或是不配活着的标签时，那他们该怎么办？我们担心这样子的铁腕政策可能会让一些需要被协助的人更不敢寻求外界的帮忙，导致政府错过了建立长期反毒防毒体系的机会。不过我们毕竟不是菲律宾议题的专家，我们今天分享的资料一定也不够完整，所以你有其他的想法呢，还有资讯的话，都欢迎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哦。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怎么样看待杜特地的扫毒战呢？ A 支持，觉得有效改善治安，该用强硬的手段对付毒贩。B 反对不应该用牺牲人权和法律程序换稳定的治安。所以有点两难觉得这个做法太激进，但也想不到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法。低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杜特地的故事。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马可仕家族以及墨西哥毒枭。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